嗨，我是伊恩。你是不是也喜欢画画，却不知道怎么真的靠画画赚到钱养活自己呢？欢迎来到画画可以当饭吃，一个专为爱画画的你打造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画家，深入访谈他们从零到一的真实故事，还有拆解他们独特的商业模式，让我们学到怎么靠画画养活自己。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Liv， 他来自台湾，现在住在英国。他不止画超过了70本书，还把插画当成一个好生意，经营插画跟品牌的创作者。好，那我们 Liv 在线上了。Hello Liv。Hello， 大家好。Hello Liv。Liv， 我是在那个 Threads 上面看到你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人在问说，是不是真的有人可以靠画画来全职工作，来生活下去？然后我就在那个 Threads 贴文上面看到你的留言，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邀请你来这样。你还记得那个贴文吗？我还记得，因为我其实那时候看到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妈妈在帮小孩，就是好像很担心小朋友的未来出路，然后问的问题就是问大家说，那插画还是什么艺术设计真的能够当饭吃吗？因为他很担心他的小孩。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可以，你真的可以拿画画跟艺术创作来维生。但是要看你怎么去经营你自己，怎么去思考这样子。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回来那个，因为其实我一般来说很少会去跟人家讲我的收入啊，还有干嘛那种。然后因为看 Threads 我通常都是好像在当那种很傻狗血8点档网络八卦这样看一看。真的没错。因为其实 Threads 还蛮可怕的，因为大家都有些人真的很激进，你知道，很恐怖，所以我就通常都不太敢讲什么。不过也因为你有回啦，对，才让我找到你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听起来那个太太问的问题的方式是她小孩很想要学这一方面，然后但是她本身我可以理解，当妈妈其实真的会担心，所以我就想说，齐平，还有那种帮助那个未来的，也许是下一个插画大师，或是设计师，帮忙真好，对啊，帮一下小朋友。真的好，等一下跟 Liv 好好做请教，对，因为你就是靠这一行真的生活下去的人。真的，好，那真的，对，真的，对啊。那我跟观众介绍一下 Liv， 对，就是老实说啊，我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就是我都会研究你过去的一些，假如说你做过什么事情嘛，对，然后我就发现说，你真的很夸张你画了超过我看70本书，然后你接下来1年好像还有20几本新书要出。对，而且你之前还是专业主厨，然后还出过台湾的料理食谱。没有啦，我不是主厨。没有，我没有做到那么高阶。厨师是不是？对，厨师，我是真的是有在英国当专业厨师，当了还蛮久的一段时间。哇塞，对啊，而且我后来看到你还同时有在经营就是品牌，然后你在卖文创商品。对，那你在英国这么长时间啊，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建立起这么庞大的像是插画的像是品牌啊，或者说事业这样子，对吧？那其实你说，就其实我一刚开始来英国的时候啊，并不是直接就是做插画，或者是来这边念书学插画。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来的话就是先做厨师，然后那个时候我当厨师的工时很长。我是那时候我最后一间餐厅的工时是每天就是他是做3休3，做3天休3天。你听起来好像就感觉很好，但是我要跟你讲那个工时，但是他的工时就是你做3天的时候，你早上9点之前要进厨房，然后晚上他最后一张单，客人的单是晚上11点半。然后很多时候你可能要到半夜2到3点才回得了家，才到得了家。因为有些人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在爱丁堡，然后我的餐厅在爱丁堡算蛮有名气的，然后很多观光客，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那种情侣啊，然后晚上11点半才坐到餐厅里头跟你点那个3道你知道吗，前菜主菜点心，然后我就等于你要出完，一般来说吃饭差不多2个小时嘛，然后等于你要出完菜整理完之后你才能回家，所以那时候真的工时很夸张很长。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然后你休3天，然后你最后一天，你第一天其实真的就身体太累，你都在睡觉，然后第2天可能还在 recover， 然后第3天已经最后一天，然后你要回去上班。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本身就觉得说，我有跟我老公讨论，我就说我其实是一直很想要有家庭，有小孩有家庭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的那种上班的情况，我根本不可能有家庭。如果你要继续这样做，你怎么可能当妈妈那种人？根本身体受不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有把画画当成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吧，那这样的话，我回去学插画好了。我就是在英国学插画，我是后来才在英国回去学插画。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学的时候，这个台湾或者亚洲的朋友可能不熟悉英国这个的学制。在英国其实它是有2专的，有点像是2专这种，它是2年，它叫 HND， 然后它是2年制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对，然后你学完之后可以插大，它是这样子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先进去学插画，然后2年，然后那时候2年之后，我等于是从零开始，就是一直学。然后可是就是很神奇，就是我那时候 HND 快要毕业的时候，第2年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接到我人生第一个插画案。然后对，我没有 email， 也没有什么像一些什么像老师说你要去接洽客人啊，然后什么没有，我就自己来了。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 HND 课程蛮好的，是它非常的商业化，它是2年完全就是非常紧凑，一个专题加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一直丢给你，然后帮你，比如说教你怎么做 invoice 啊。然后比如说还有说你要有你自己的网站 email， 就等于是把你当做一个在毕业后完全直接可以进入业界的那种准备你的。所以他不是单纯学画画这样，他是比较教，他也有学画画，但是他就是老师给你的出题方式是，就真的好像是实战。就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月我们要做editorial。对，他就给你一个2-3个 article 之类的，然后就发给你，然后就说你就是要来设计，然后你甚至还要自己排版，然后去想 presentation。它是这样的实战性，比大学来说更实战。然后他会教你很多，像我那时候真的很感谢我自己参加了这个课程。我不是一开始先去念大学，因为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美术教育。我在台湾学的是餐饮，我念的是高雄餐旅学院西餐科，所以完全没有这种专业美术教育，所以对。然后后来我来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学，然后他还会教你什么 Photoshop 啊，然后 Adobe Illustrator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小姐就是看了我的网站，然后接洽我，就说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工程师，他那时候在苏格兰爱丁堡是做那时候爱丁堡正好在盖捷运，我只能讲捷运啦。可是它其实那个名称可能不一样，就路上像轻轨这样子，你知道电车你知道吗？对。然后可是我觉得，然后他就想要做，因为他很喜欢他自己的狗狗，所以他就请我画一系列他的狗的插画，然后放在他的商品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接完他的那是我人生第一个案子，真的有他真的就付钱，他人也很好，然后就付钱啊，然后第一次那种商业插画那种商业案。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我的画可以变成商品。所以这让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比较像是没有付钱，这个是没有付钱的插画案，但是那时候是帮爱丁堡市政府画他的视觉文学，那个是等于是我们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一个曝光的几率。所以我那时候有被选上去做他的那种整体的一个文宣，帮他一个那种一个景点，或做一整个文宣插画。所以我就觉得说还
还蛮好。然后后来我大3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美食节叫 Foodies Festival，它现在好像每一年还在英国不同的地点有在办。然后他那时候他就主动接洽我，也是主动 email 给我，然后请我画他一系列文宣，然后做他的 logo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他每一年在办他的这个 Foodies Festival 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在那个公车车体的广告上，然后或者是 Marks Spencer 那个英国超市，他会夹他的那个文宣，都看得到还是看得到我的插画，就很多年前画的插画，我就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多年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看了？好酷哦！已经不过一定很欣慰哦，就是一直看到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对对，有时候跟我老公开车，我老公开车嘛，然后开，你知道那个公车后面那个挡泥那个后面也会有那个广告，然后就开这样，我跟他讲那是我的插画。然后所以就很兴奋，还是会很兴奋啦，对，好酷哦！对，那可是我对，可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内心里头就觉得说，我并不是那种画工特别厉害，或是技巧非常神的那种插画家，我是比较喜欢说画自己心里头喜欢的东西，或者画自己心里头的那种想象的世界，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既然毅然决然决定说去转行，我希望它至少能够成为我一个维生的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你知道我要养家，我们经济收入是完全没有人可以让我靠的，所以我必须要说，去思考说插画除了接案之外，是不是能够有别的收入来源。而且我觉得我不可能，那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不可能一直在等客人或者出版社上门，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说我是怎么样能够去开拓这些收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真的很简单，就是想说比如说我厨师的收入是1500镑一个月，假设啦，我真的其实忘了自己那时候赚多少钱，这不高就对了，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可能比基本工时再好一点那样子，基本工资再好一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是每个月要怎么能够用我自己插画的收入去把这个收入拼出来。对，那时候的想法就这样子。那我很好奇的是啊，因为你后来其实也会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想要把这些收入拼出来嘛，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之前啊，因为这是之后的事情，在这个之前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说的那个第一个 case 啊，你在学期间你就接到了那一个第一个案子，那个案子你说他是从你的网站来的是吗？他看到你的网站。那你是你的你指的网站是社群还是真的就是你自己家的那个网站？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家的网站。那你是放了什么？你的作品吗？然后他看到他就来 email 你。就比如说一些很基本，就非常基本，就是我的自介啊，就是跟一般大家现在插画网站一样，我的自介，然后我的 portfolio， 我的作品集，然后我的联络方式，就是一般就是那种网站。所以那时候还蛮阳春的，你知道吗？比较被动一点的方式，然后真的就有人主动来联系你这样子。对，那这样算是你会觉得算是运气还蛮不错的吗？还是说后来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方式进来？我也不知道，可能真的就是运气。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很多人在做插画的时候必须要克服的一点。因为其实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说，或者很多人就说我画画很慢啊，或者他已经变得太执着在说这个好不好看，我自己满不满意，就开始不敢去 po 自己的作品。那我这个人就是我就不管，我就是画了就是 po 上去，有没有人要喜欢，或是有没有人要怎么样，我不管，我就把它 po 上去。我就 po， 的确，我完全我可能是比较冲动型那种人，我比较不会去管到，因为我就是心里想说，我本来就是在那种，我本来就很嫩啊，我本来就是初学，so what，又怎么样了？对啊，那你要笑，你不喜欢或怎么样无所谓啊。那你如果真的有人敢这样的留言批评的话，我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也太没品了吧。
因为我就觉得插画本来就是插画艺术，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然后你居然可以就说，如果万一真的有人这样子直接留言说你画很烂怎么样，说心想说，那你给我看啊，你画的多好嘞，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建议，比如说学生啊，或者一般大家真的就是不要，你知道吗？我就必须要跟你讲的是，你把东西 po 上去，有没有人喜欢不要介意，你就把它丢出去。OK， 因为你永远不是，你永远不知道，对，会不会有人喜欢？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想太多，万一真的有人有这么恶劣、这么没品留言给你说，或者传讯给你说，你画很烂呢，怎么样的？记得一件事情是那个人没品，不是你的问题。OK， 继续 po， 而且你一定要画，一直画，一直 po。插画这种东西跟其他的技能一样。你一定要一直画，你才会越来越好。没错。我好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句哦。对，是那个人没品，不是你的作品烂，不是你画的烂，是那个人的态度跟那个人的心态有问题。对，说不定那个人嫉妒你的，他就是觉得心里头觉得啊，你的画怎么那么厉害，好嫉妒你哦，所以赶快来用心理战，你知道吗？说你画很烂。所以千万不要被那些人打倒。哇，这个观念很好。大家我觉得这很棒很帮助我觉得不只是画画，任何你在网络上创作的创作者啊，就常常都会有这些酸民，就是跑出来酸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有你这个心态真的很棒我之前记起来了，以后如果有人批评我的一些东西啊，我也是对，这是你的心态有问题，对，不是我作品不好这样。没错，而且当你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你要先OK， 你一定会很伤心，也许会很生气，但是我都跟我讲，因为我是那种，我真的是冲动型，然后我比较那种火爆一点那种人。我有时候真的会很抓狂，会很生气，会这样。可是我有时候因为自己可能年纪大，就会跟自己讲说：“你先静下心来，先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讲？”你知道吗？其实不要太快去反应。变得现在我学的是不要太快去反应，就只是先静下心来，先去思考。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讲，万一是这个人觉得你画的其实很好，然后他就故意要用心理战把你给击垮，那你真的要被他击垮就放弃自己的喜好吗？不要吧。对，是不是这样失去很多？没错。所以真的就是可能当插画家，你内心也是要坚强一点。要把自己锻炼强大一点，然后可能厚颜一点。对。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就是你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你就不要害怕，你就是发就对了，然后就不要害怕，就把那句话记在心里面。你的东西是好的，你的东西是好的，对啊，别人会骂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的教养不好，对啊，那是他没有教养，你知道吗？你这一般正常，而且你想想看，他也许需要人家帮助，他可能精神上有问题，你知道吗？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那种管道，所以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算了，就你要嘛就不要理他。没错。对啊，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你一开始你是台湾人嘛，那你后来为什么会跑去英国呢？你那时候是什么原因选择出国？对，因为我老公他是英国人，然后他那时候想要回来念书。你在台湾认识他的是吗？对，他那时候就是想要回来英国念书，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回来好了，然后就回来了，这样。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回来好了，你知道？对啊。OK， 好啊。对，所以我可能我的那种历程跟一般很多人不一样，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念书才来国外，我不是。对啊，是跟着你老公一起回来的这样子。对，没错。了解。对啊，那在英国啊，因为其实英国大家都还蛮多，其实有蛮多刻板印象的吧。有的人就觉得啊，英国好像很浪漫啊，很漂亮什么那些的。然后但是像我自己也听过啦，我自己也听过一些，就这题外话，就是说我自己也听过一些人说啊，英国的食物非常难吃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我那时候在读你的部落格的时候，我有印象，就是你写过一段话，你就写 The food in UK is really rubbish。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一直笑，你知道吗？我就想说，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会特别写这个？这样可是 OK， 那个应该是我很多年前写的，我那时候住爱丁堡。OK， 可是我现在人，因为我3年多前搬来伦敦，其实后来爱丁堡真的有进步很多。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因为其实现在在社群媒体啊，然后我就常常看到人家一直就是一来就开始在批评说英国是美食沙漠，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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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英国这几年真的进步很多哦，真的哦。只是大家没有看到，大家没有发现，而且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看到英国的美食部落，就是美食这种Instagram 这种平台啊的人，这种网红的食物那种美食网红的介绍，可能没有，因为其实英国这几年的食物，尤其是伦敦，真的进步很多，不是跟大家以前想的那样。我自己在这个英国住了快20年，我明年就20年了，耶！其实真的英国的食物进步很多。那刚开始来的时候，那前几年都真的就是美食沙漠。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才会开始，我才会开始自己一直煮。对，我想吃什么都要自己煮，你知道吗？就很想吃什么都要自己煮啊，干嘛的？还好自己是厨师，所以还可以这种模仿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有写食物的部落格，也出食谱书，就是因为这样，你知道？哦，难怪。对，可是那个时候也是其实我的人生一直都是在想说，如果我喜欢做什么，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转换成一个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讲过了，我是一个在收入上完全没有人可以给我依靠那种人。而且其实我这几年来做插画，其实做到我的一个人的插画收入是养全家。我的收入以我自己的插画收入，我是我老公的收入的3倍，至少3倍。所以我一直就是还蛮积极的去发展自己不同的收入来源。对，那真的要跟你好好请教一下，你跟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假如说你做了哪些事，或者说你现在有哪些产品这样子，对吧？就是很好奇说你是怎么做到这个样子的？可以啊，因为其实那刚刚已经讲过，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想办法把自己曾经的全职收入来拼凑出来，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 OK，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也许真的就像你讲，也许是我运气很好，也许是我就是厚脸皮厚颜无耻，就常常在网络上就不管我创作我就发，比如说像很多年前那时候大学我就常发，比如常发什么像 Behance 啊这种网站，你知道吗？对，设计师的那个，然后什么都有发。然后其实所以我从然后我自己也有专业从学生时期就有专业网站，我也没有在网络上跟人家讲说我还是学生，我不讲的。对，因为其实你今天把你自己讲成说我还是学生，很多这种业主啊，他可能来就会想要用低价来没错雇佣你，所以我从来不讲的。因为今天插画这东西，我觉得我学了5年了，4-5年插画，我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看到我作品来接洽我，你也应该对我的作品有信心。我也没有拿别人的作品来那种充数，对不对？对，所以我从来不跟人家讲说，我那时候接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说我是学生。那我如果不懂，有什么不懂，他讲什么东西不懂的，我就问他，他们也 OK。所以我后来其实我一直断断续续，一直到后面都有在接案，从大学就开始在接案。对，然后我从大学的时候，在英国超市，我就曾经看过我自己做的食物的包装，有在英国超市里头卖。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在断断续续接案。然后后来我毕业的时候，我有接到一个大陆的双语幼稚园，他们要做一系列还蛮大量的这种双语教材的插画，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蛮幸运，那个等于就是付了我大部分的收入，然后后面旁边还有做一些像 part time 之类的工作啊，然后还有一些插画零零碎碎插画案，就是大概1年多的时间，2年的时间，然后慢慢拼凑出我的全职的收入。
所以我那时候在 Thread 上面我有讲说，刚开始的事是真的就是可以维生，只是没有说做得很好，但是可以维生，就是你至少付账单付得出来，付房租付得出来，对，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后来最大的转折点是，那段时间我除了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很拼的那种人，我除了做自己插画案，我还一直在做作品集，一直都在做作品集，然后上传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是 Snapchat 他在 Behance 的网站上看到我的作品，所以他想要他就 email 给我，他就说嘿，我是 Snapchat 你知道吗？我是 Snap Inc、然后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在你的 Behance 上看到你的作品，我很喜欢，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你想不想做？然后后来他就跟我约了时间，也是跟我们这样子好像 Internet meeting， 然后我就得到了那个工作。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可能就是一个小案，就是一个案子这样子，对，你可能做一次就没有，那我已经很开心了。Snapchat 谁没听过 Snapchat 就整个很开心，就心里想说至少可以帮我的作品集啊，我的履历镀金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可是就可能我们合作还蛮愉快的吧，然后就一直做了2年半。哇塞，是他每个月长期合作的 partner， 他每个月都发案子给我，每个月发，每个月就等于是完全稳定，而且是蛮高的收入。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做他的案子，我甚至还可以拿一部分的这个收入去网络上参加很多插画课程，去学东西。那时候我觉得第二个最棒的事情是我那时候上了很多插画授权方面的课程。对，我开始做授权是怎么回事？可不可以跟我们授权？比如说像你知道外国人很喜欢买贺卡，像生日卡，什么各种节日的那种贺卡的那个图，它这上面全部都是跟我们这种 artist 这种插画家授权来的。然后还有像比如说你衣服上你都要 pattern 图案啊，一直那种 repeat pattern， 那个也是授权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很多这种公司，当他需要找插画或图案放在他的商品上的时候，他这个合作关系就是授权。我授权给你用我的插画在你的商品上，然后你可以用多少年，你的商品是在哪里，这个插画只能用在哪个地区的商品，对，这些东西。所以那等于是我另外一个插画收入。然后授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做授权，然后我的经纪人看到我的作品，然后来接洽。然后就变成你的经纪人这样子。对对，然后然后像 Snapchat 是我在签经纪人之前做的案子，所以那跟我经纪人没有关系。可是后面出版社像很多出版社像Penguin Random House， 然后 Macmillan、Scholastic， 然后其他的那种大的出版社都是因为经纪人关系，他去接洽的这样子。对，了解。对啊，那既然你之前可以就是有这么多，因为你一开始也是从接案开始的嘛，那我很好奇是说你前面你说你很努力的要去接案子，因为你想要增加收入，可是那我很好奇的是说，除了那一些自动来问你的人，你是有去做什么事吗？假如说你有特别去开发，特别去做什么事吗？还是你就是一直疯狂 po 作品而已？我真的就是疯狂 po 作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了，是我只能说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不敢保证说其他人试都没有用，所以我必须要先声明 OK。 好，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每一次像因为我自己本身等于学插画学了2种，在英国学了2种不同制度，一个是 HND， 然后一个是爱丁堡艺术学院大学。然后每一次到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题要你去做一些
宣传你自己的文宣啊，或者作品集，或者是网站这类的东西。对，然后等于说他会请你去搜寻你想要合作的客户，然后要你去 email 你的作品啊什么之类的给他们。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等于说想要说主动开发，去接他，主动去开发。可是我也曾经有做过，我甚至还印了自己的作品集出来，然后去发给这些公司，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的。哦，嗯哼，所以我所有的客人都是自己来的。哇塞，哎，你跟我之前访谈的，我试过的，然后从来就只是把钱丢到水里头那种感觉。对对对，你跟我前面访谈的几位来宾完全相反，大家几乎都是前期都是主动去问、主动争取来的，对。然后你的既然都是大家自己来找你的，反而是你主动出击的，没有成功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对啊，然后像比如说像有些我也知道说有些插画家会鼓励，那鼓励大家去参赛啊什么的。我有得过，我不敢讲，我有得过小奖啊之类的，知道吗？然后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周际效应啊，什么都没有。对。所以所以我所有这些客人全部都是自己来的。就是我完全是跟大家相反。哇，那你这个真的是硬实力咯，看起来。还是说你学到的是不是你在那边学插画，你学到的是比较知道说，要画哪些东西，或者说用什么方式去做你的作品，可以让比较多厂商或者说比较多品牌看到你的东西之后，就会想跟你合作。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我觉得一点点而已。我觉得主要是我 HND 那2年，就是我叫他二专好了，就在英国插画那个二专那个时间学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实用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讲过，他设计的这些案子还比较有生活化，比较商业化，比较符合这方面。可是那个时候学的东西，因为我跟你讲，你其实像我这种学了5年，然后2种不同学制，你就会发现学校的老师永远都在跟你讲，你就是要出童书啊，你就是要那个做 editorial 啊，就是等于他只有2个，他就是被最后把学生推进去，就是推向的方向，就是只有2种。第一种就是做童书绘本，第二种就是做 editorial， 就是那种杂志啊、报纸啊这类型的。对。可是我就不是很喜欢做像那种 editorial 那种。那个我觉得跟我不符合。然后童书可能对我来说比较合我的胃口吧。可是童书我觉得也蛮难，刚开始如果什么都不懂也蛮难进去的这个行业。然后后来我是自己因为上插画课，然后认识一些其他插画家，发现天哪，授权怎么那么好玩啊？你知道吗？学校那种学制，他就觉得授权太商业化，他们根本不屑，或者不知道有这个你知道这个这么大一个市场。对，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节庆那种人，所以对我来说画那种什么贺卡插画，我可以就是我画，然后比如说像毕业卡。我可以画蝸牛啊，然后什么戴什么学士帽啊，毕业啊，什么就是各种天马行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同节庆啊，就可以画很多很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而且我喜欢画食谱，我喜欢画食物，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感谢，就是说有那个机会去接触授权。对，了解。所以授权这个东西啊，它是它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是你授权给别人之后，然后你就会持续得到他们卖出去东西的分润吗？还是怎么样？OK，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经营的方式。我不敢讲说，就我通常我做比较多的是贺卡方面的。我的 pattern 比较，因为我可能自己没有很多时间去真的去研究 pattern 这个方面，就是那种图案啊，就像用在布类啊什么这种我比较我不敢讲我是很专业。但是像贺卡类的话，它很多有些是就是直接买断。它很多有些是直接是买断，然后它很多有些是
我蛮喜欢的是跟美国一家蛮有名的超市，他有之前我比较做多贺卡的时候，他还蛮常跟我授权我的贺卡的图案，然后一年大概我那时候选的方式是，他有2种方式，好像一种是他可以直接付你一笔钱，但是你后面就没有任何收入，或者是他可以给你 royalty， 就是好像像版税一样，对，所以我就选择版税，然后我一年可以收几千块美金，就是靠贺卡就是几千块美金这样子，哇塞，哇，这也是很棒的一个收入方式，而且就是你做一次工之后，你就持续会有收入进来这样子。对，然后我还有做拼图的授权，然后他也是美国的公司，然后他也是我也是就选择用 royalty 的方式，然后那时候那很多年前的，然后我那时候刚出道，所以那个版税没有说很高啊什么的，可是至少到现在还是一直有在收，一年也是收几千块美金的收入啊。他这个是 lifetime 的什么？他是 lifetime，他那个就是一直永远的这样子。对，我以为会是那种几年的那种不是，也是有几年的哦。像那个贺卡，它也是有几年，它贺卡是18个月。可是我常常画我之前还蛮常画贺卡，所以他就一直会找到我的作品集，然后一直在选他想要用的款式。了解，对，他是这样子的。哇，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是那种我人生一直在拼凑收入，真的。对啊，那如果因为感觉你这样子，你一定试过非常多种模式了嘛？那你这样子尝试之后啊，尝试下来，你觉得会画画的人啊，跟就是一般只是会画画的人，跟可以长期靠画画生活的人，你觉得这个之间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很多会画画的人，他其实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他是一直在po作品而已，可是他不会像你那样子得到这么多的就是收入，或是说这么多的合作机会。对，那你觉得这之间他们的就是最大差异是什么？你是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会画画的人真的超多人，超会画画，然后超厉害的。我自己常常在网上想，天哪，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然后就是觉得，可是我觉得很多画画的人啊，他可能就只是自己把这个当喜好，或者他没有想到这一层。就是你必须要你画画的时候，你可以看比如说我今天画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不同的商品？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做自己商品的时候，也是在锻炼自己这方面的思维。去思考，因为这个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在创作的时候，他把自己当成是艺术家，他是先以艺术家创作来思考，可是我一直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business woman。我当然也会想到说创作，想要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我在同时我会想，我今天想要画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商品？然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可以做出什么商品？然后像我常常在家里头在打那个在整理自己的历史，比如说我今天很想要画，好，我讲一下，我现在画一个是一个，我现在在创造自己品牌的一个小世界，一个 universe 自己的 IP， 然后因为我的新的品牌的名字叫 Mogi Mansion， 就是小猫庄园，中文应该叫小猫庄园，这样听起来就很可爱。因为我很喜欢猫，我很爱我猫，所以我们就叫它小猫庄园。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创造？我自己也很喜欢画那种 shop 房，就是那种商店街那种不同商店啊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转换成一个 universe， 一个小宇宙？所以我第一个现在在画，已经快要完成的是一个咖啡，然后那个 owner 也是全部的人物都是猫。然后可是可能会画画的人只会想到说，我就是想要画一个猫咪的咖啡厅，这样就好了。对，可是我想到的是，我画了一个猫咪的咖啡厅，
我可以把它画成漫画，嗯，然后也不用画多，你就画一页，就是当一个 backstory， 就是等于对是一个故事。对，然后呢，里头的这些小的东西，像什么咖啡杯啊、咖啡机啊，然后像点心之类的，我可以把它转换成纸胶带，对，我可以把它转换成贴纸，然后贴纸又还有分像手账的贴纸，对，然后还有还有什么明信片，然后如果 interior 就是里头室内的方面，我把它转换成一般的一般人的那种长方形的明信片，然后可是外面的咖啡厅的外观这个部分，我把它转换成die card，因为我自己有出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它是明信片，但是它不是长方形，它是切出来那个对，那个 die card 的 postcard，所以等于我这样子，然后呢里头的这些小的这些小点心啊、猫咪啊什么的，我还可以转换成一个 pattern， 我可以把它印在我的杯子上面，所以这样是不是一下子你一个系列，你其实做出了6到7种不同商品？哇哦，然后呢，像这个猫咪这个 IP， 我可以做授权，对，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商品，在市集或者是convention 里头在卖，所以这等2个 income 收入。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当我的作品集，插画作品集，然后出版社看到他喜欢，就变得有可能出书。然后再来就是我画漫画，这又是出另外一种不同的书，所以等于我一下子开拓的至少4种不同的插画收入。哇塞，太强了！天哪，哇，真的就是你完全就是变成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去思考你的创作应该要怎么去执行，然后你要创造哪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哇塞，哇，所以真的好不我那时候简单哦。所以其实我在英国有时候市集啊什么，或者像参加那种动漫展啊，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客人会不相信这全部商品是我自己画出来的。为什么？然后因为他觉得那么大量，然后又做的是还蛮专业的，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一个人画出那么多，哪里有时间？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思维啊，我说你其实仔细看，很多东西很多商品是完全是同一个系列的，我每一次是在创造一个系列，然后有那么多种，至少4、5、6不同的创作的收入，对，所以你才会觉得说那么多大量东西怎么可能你自己人画？可是我其实只画了可能5个，你只看到了3个系列、5个系列，对，但是你看到5、6那种，看到一个系列就可以延伸出5、6、7、8种不同的商品。对，哇对啊，也所以我觉得要就是你创造聪明一点。几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英文是叫 repurpose 吗？就是对啊重复使，repurpose。用repurpose，对，把那一些你画出来，例如说你刚刚说的那几只，假如说你画了3只猫，这3只猫的 IP，然后再去把它们，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变成各种马克杯啊、书啊，或者说故事 comics 这一些，然后这作品整集啊，套系列，对，对啊，但其然后它就实你实变成你的作际上创品集啊。作的东西就是那几个东西，对，只是你把它 repurpose 成各种不同的商品这样子。对，哇塞，太厉害了，对。对，因为像我画很多东西，我画很多像比如说像之前在画贺卡的图案，我自己本身我就不做贺卡，我贺卡就是完全是用来做授权，对，所以那个是我另外一个收入。然后可是这个图案我就做成明信片，我卖明信片，所以因为明信片跟贺卡是2个完全不同的授权市场，所以你可以合法的把这个授权给贺卡公司，但是我自己本身做明信片，然后对啊，我都会先跟我的 agent， 就是我经纪人讲清楚这个情况。哇塞，哇 Liv 老师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让我震撼了，对，一听到就知道说，哇塞，这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想法，就是真正一般的画画的人跟真的可以靠画画生活的人，哇，是完全不同世界的2个人，
对吧？对啊，而且这个可是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差别很大，最重要的，对，最重要的那个差别，其实就是商业上的思维。我们不是对只是会创作东西而已，我们不是只是会画图，我们还要对有商业的思维。你要想要怎么让这些你创造的这些东西可以被重复使用，并且是为这个叫做社会上，或者说为那一些公司、为那些品牌创造出价值，那别人对就会想要用我们的画来对为他自己创造更多价值，那我们也会获取到更多的价值。这样子，对，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而且认为啊？你说， sorry，而且我觉得，而且这个是完全你在学校里头学不到的，这个完哦，全是一定的，我自己生活是，中锻炼出来。因为其实我在念那个二专的时候，在英国念那个二专的时候还好，他其实还蛮商业化，他鼓励学生，他就是希望对锻炼学生，你2年毕业出来就是可以开始接案的那一种。可是对，我后面因为去插大念大学那3年，其实我过得还蛮痛苦的。因为他英国大学其实很多这种艺术学院，它还是非常的走传统艺术 conceptual art，或者是就是那种 fine art 那种，你知道吗？它变得说，它不是在因为我自己个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思维。OK， 我觉得插画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性的东西。哦，对你可是来说，因为你想想看，你每一个都在你插画，你说做杂志好了，做 editorial， 它是一个商业行为。他为什么今天要花钱来雇佣你去画这个杂志插画？对，吸引更多的目光，或是更能够让他的读者更能够带入那个文章的情境。对啊，因为他们也要赚钱嘛，对啊，对，没错，他是要吸引眼球。对，然后再来童书绘本，你觉得出版社觉得你的东西不够商业化，卖不出去，他会雇佣你吗？了解。他是不是商业行为？对，没错。然后我从来就不是想要当那种我的作品被展示在画廊里头啊那种。我不是艺术家，我一直觉得我是插画家，我并不是艺术家。可是在英国这种艺术学院，它就是很多你会发现，他就一直拼命的想要把你赶上，说你就是要当艺术家。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英国念书的时候还蛮常被老师排挤。真的，我在艺术学院的时候念书，他觉得你太 business 了。对，他觉得你太 commercial， 他还甚至我同学有跟我讲，你知道吗？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跟立福一样，一天到晚只想到钱，然后那么 commercial。对，然后而且他们喜欢传统媒材创作，什么print making 啊，就是版画啊，或者是什么叫你用油画啊，什么用那种非常传统媒材去创作。然后可是我学过 H&D， 然后我就已经决定说，我就是想要用 Adobe Illustrator 来做数位创作。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很多年前啊，因为不像现在大家用很多 Procreate 啊，你知道吗？画对不对？那时候你做数位创作好像是在犯罪，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很排挤啊，尤其在国外，很多人排挤啊。然后甚至还有同学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插画缺少人human touch。他们就是一定要纸笔的，然后再去扫描，是不是？不能用电绘这样子，是吗？就是比较偏重，然后就等于你只要画什么，你做版画啊，或者是做传体媒材，你完全自动就变成老师的最爱学生这样，所以我每次都是被排挤那个。Those are just tools, man 。然后我也不在乎啊，我就想说算了，你知道吗？不在乎，只要后面我可以赚钱就好了。我可以赚钱，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对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至少因为我其实对啊。你是很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啦，你就是想要透过画画能养家活口这样子。对，你的目的不是说我就是要像你前面讲的，我不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让我的作品在画廊、在博物馆里面出现，不是，我是要透过画画这个职业来帮我赚到钱，赚到我的生活费这样。对，我那时候在学校念书，我就已经有小孩了。我那个时候在学校，我小孩才3、4岁。哇塞！对，然后真的很硬我讲过了，我的老公的收入并不能够养全家。对，
那我那个时候我也必须要工作。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餐厅里头我还是当厨师，打工3天，然后照顾我女儿，然后照顾全家，然后还要做插画案，还要念书，太累了，所以我完全是被人生锻炼出来的，逼出来的，对，真的是对，被逼出来，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对我没有办法跟很多我的同学一样。他们在念书的时候就想说，哦，毕业以后再找工作就好啦。对，毕业以后再考虑这个就好了。我完全没有那种那种怎么讲，那种被照顾的那种情况，然后是一路就那种苦出来的。所以我从很早之前在念书，我就已经开始在很积极在想，我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在这个行业里头立足，维生。因为其实像我那时候住爱丁堡的时候，爱丁堡是完全跟伦敦不一样，它没有很多它完全没有像in-house designer 或者 in-house illustrator 这种工作，所以你要用插画去找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你就只能接案，就是接案这样子。对，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 in-house 的意思就是正职员工嘛，对不对？对，正职员工，对，正职员工的插画家，正职员工的，你刚刚说什么 designer 吗？对，设计师对啊，就正职员工的设计师跟插画家都没有啦。对，就是英国那时候这样子是流行接案为主，就是大家假如说我是一间设计公司，我都是外包出去的设计师，外包出去的插画家，但我不要聘请正式员工这样子。没错，对，了解。哇塞，所以大家基本上在你们那边插画家或是这种 designer 全部都是每个人都是接案者就对了，大家都不是对，都不是有稳定收入的就对了。哇，那这个就是拼实力了，拼爆。对啊，就拼，对，那时候我就拼商品、拼授权、拼接案，你知道吗？就是那样子，每天就这样拼了，你知道吗？没错。对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你那时候是有做过，像你讲的，你那个二专那2年，其实就有帮你学到一些这方面的思维。可是如果假如说像我们的听众，他们主要是在台湾，那没有办法像你受到那种，假如说像你讲的英国那2年的那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插画的，不是插画，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这种教育的话，那你觉得大家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这些技能，或者说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尝试呢？因为大家的思维可能没有办法到一开始就像你这个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网络上面也蛮多这种插画课程吧？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比较不熟台湾的情况。应该说插画课程啊，或是这些画画课程，其实教你怎么画，像你刚刚说的，教你怎么画画工这些，其实都很多，非常多。但是真的教你怎么就是把画画跟商业结合在一起的，真的几乎没有。老实说。英国也没有真的其实英国也没有。我讲了，我刚刚在学校的时候都是逼你去接案啊，真的就一直跟你讲去接案，然后他们也不老师从来没学过，也没教过你什么授权。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英国那个爱丁堡插画艺术学院的时候，最扯的是我有一个老师，我不能讲太清楚他是谁，然后他等于是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因为我跟他也没有很熟。他就是那种，好像从爱丁堡艺术学院的硕士班毕业没多久，然后就得到那个像教书的工作，在里头教插画的工作。对，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很多实战经验，履历也没有很惊人。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层跟爱大有这个关系，所以他得到工作，所以他也没办法教很多像。商业我刚刚讲这些商业思维的方式，那对啊，那这是你自己后来自己摸索出来的嘛？那对像现在其实台湾也没有这么多这方面的就是画画结合商业的这个的课程，所以说那如果假如说我们的听众现在他真的很想要尝试透过画画可以跟商业结合起来的话，那你会建议他们第一步去做什么呢？他们可以试试看什么？来听我的访谈。真的吗？你说这一集吗？没有，就这一集。对就这一集吗？对，没错，大家来听我的访谈。对，来听我的访谈。
对，对反正就是大家请把画画可以当饭吃这个节目订阅起来，我们每对集都会呀再访谈一个艺术家，问他就是没专门错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吧？没错，对，没错，没错，对啊。其实刚刚你分享的那些经验，真的都哇，我其实我刚刚做了很多笔记啊，然后尤其是你在讲那一段，就是你把怎么把艺术家跟就是 businessman 这两个创作的方式分开来，然后你要透过一个艺术，你要用商业的思维去想那个艺术创作这一个部分，我就整个哇脑洞大开，我就觉得哇，真的实在是学到今天，光是刚刚那10分钟，我就已经觉得今天这场访谈我已经学太多东西了。哦，那这样很好，这样，对啊，真的太我的使命今天达成了。其实我真的是希望以后我能够有机会对，去学校开课，就是可以，也许可能等我年纪大点，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以英国现在来说的环境，不会有人去请我去学校讲这个部分。我觉得不会，因为以他们这种那么排挤、商业化、排他的那种情况，我并不觉得他们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去请我去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开课，开线上课程，可能要等很久吧，因为我现在工作真的很忙，你知道吗？工作太忙，我没有时间去买器材啊、录课程这样子。我就觉得，可能看以后有没有人需要能够帮我开课好了。对，可是我会希望，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我看了很多，像不管是有那种妈妈啊、爸妈，会觉得说很担心，真的或者不让小孩子学插画，或不让小孩学这种，我真的觉得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可能我们会不会在间接在这种情况下埋没很多人才？真的，我也觉得，你知道吗？老实说啊，我真的觉得其实有一些方式不对，对，有一些教育体制真的埋没了很多人才啊。对，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走这条路才是对的，走这条路就不对，你不能把画画当饭吃这样子，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每个人未来都是无限的可能。对，他们讲的，你不能把画画当饭吃，我也听过啊。然后，可是我觉得说，我后来现在自己走到这一步，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心里想说，你怎么会觉得画画不能当饭吃？我觉得我过得还不错啊。对啊，我就觉得我过得还蛮好的啊。一个人养全家我可以养全家还可以存钱哦，我还可以存钱哦，还可以投资哦。真的太厉害了，对吧？对，然后而且英国开销很大吗？很大，伦敦真的很可怕。伦敦哦，真的，伦敦真的很可怕。而且我们现在那个其实英国经济情况非常非常差。哦，真的哦，差到一个非常惨的地步。真的哦，哇哦。对，而且失业率超高，你知道吗？英国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16.1%。我们真的很高然后光是领社会救济金的，不工作领失业救济金，等于一个芬兰国家的总人口。哇塞，真的很可怕，很夸张。然后那个油价已经高到一个爆炸的地步。然后就其实真的就是很惨，对不对？英国现在的经济很惨。不过对啊，你就是还是要必须，你知道吗？这样加油，这样维生的。对，你真的太厉害了。不过我觉得我蛮幸运，就是说，虽然说现在在零售业方面真的下降很多，不管是网络或是那种市集摆摊啊什么，真的下降很多，因为经济不景气，全球经济不景气。但是我在出版业上面其实还是一直很蓬勃，生意很好。因为像我上个礼拜5月初现在几号？对，5月初的时候，我有跟我一个合作过出版社，我们之前合作过3本书，然后他们就找我去开会，去见面，然后讲好啊，那你就开会好了。然后就会他们开完会马上就签了5本。直接接下来多签5本，然后我们前几天，然后上个礼拜还在卡那个 schedule， 然后就跟他们讨论 schedule， 然后什么价钱啊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话，后面我10月也有另外一本新书，然后最近才讲定条件，对，然后还有4本漫画，哇塞，真的很猛，太强了。然后可是我觉得那个10月那本新书，我觉得让我还蛮意外的是，那个出版社他是看到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商品画的一系列那种食物的人物、食物的 character，然后他很喜欢，所以他找我出书。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很忙，然后他也很忙，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隔了大概1年多吧，2年，然后他最近才忽然现在又出现，他最近才出现，就说：“嘿，然后你记得我吗？记不记得那本书？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搞定咯，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谈，然后这是我第一本以自己的 IP 然后出的书。哇，恭喜！所以那个价钱啊，跟条件谈的完全不一样。跟你被雇用来画是不一样的，对，因为这是你的东西，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没有那么多年前画那个为我自己的产品画那一系列，我就不可能接到这本书，所以你看是不是？你画一个产品，你画一个产品，你变得延伸出至少1本书，然后那本书的价钱是也蛮高的，5位数，哇塞！而且还有版税，对，我就觉得耶，然后而且还有很有可能变成系列的时候，我就整个耶，超高兴的，真的太厉害了，对啊，对，那你现在就是听起来啊，其实就是从像你一开始第一个案子，然后就是人家自己来找你的，然后到后面也是几乎然后就慢慢就有其他人来找你，就这一条接案的路上啊，就是听起来真的就还蛮顺利的。对，那我现在就是想要挖挖看说，你有没有比较就是失败的经历呢？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失败的经历？假如说，被就是客户，假如说他就是把你的东西改爆啊，或者说有遇到过什么事情跌了一跤很惨痛的那种经验，这样子。我有很多，你有很多，你想一个最有印象的你说那个大改特改那个其实都是常态了，我觉得你就是要习惯。你知道吗？然后有些时候，如果你很幸运，你遇到出版社跟设计师是有美感的，他改其实还蛮漂亮的，知道吗？可能更漂亮。像我就觉得我跟其中一个出版社的设计师见面过几次，我就说天哪，我就是跟他讲说，你的设计的东西太美了，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就连我自己有可能我画那么多东西，我可能有一点block， 你知道吗？对。然后他变得就把我的东西提升了一个等级，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就觉得说，大家讲真的，讲实在话，你真的就要把它当常态。OK， 我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啊，或者什么大失败。那你说其他的，像我也有，现在目前一直到现在，像我必须要申请很多的市集，英国市集，或者申请很多英国的像 Illustrator Fair 这种插画展啊什么的。他可能不要我啊，因为他们的导向就是非常的 fine art， 非常 conceptual。所以他不会选我，他就觉得说，你太商业化，不是我们想要的，或者他就明明就是他就是希望能够保持在他那种很 fine art 艺术性的那种情况，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没关系啊。然后像我之前申请一些，你知道动漫展，对。因为我其实蛮常跑动漫展，然后他可能不要我，因为他觉得我的东西不够漫画，不够动画那种风格。我就好啊，没关系呀，然后我就接4本漫画给你看。我从明年开始要出4本漫画，那时候我就是漫画家。那你要怎么样回绝我？不行，这个不够痛。我希望听到痛一点的，痛的还是你都很顺。有没有好？我可能是那种没有连痛都，我可能连痛都没有时间痛的那种人，因为我不觉得，我觉得每一次，对，我曾经有，比如说，
可能好，比如说像就好比方说我被拒绝，比如说我想要参展被拒绝，没有关系，那我就会想办法去把自己变得，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失败的经验，然后我会想办法去思考去分析为什么他回绝我，为什么他不用我，或者是像有些接着一些书的案子，他后面忽然一下跟我讲说，哦，对不起，那个作家想要换插画家。这个听起来蛮我说糟的。我就说好，没问题啊。他就觉得说，哦，你的风格不适合他的书或怎么样。我说好，没问题。也会痛，也会心疼，也会难过。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没有？然后，可是我看看，可是我后面就会看到被选中的插画家他的风格，然后跟我自己风格有什么不同？我会鞭策自己去从失败的经验去学习，去分析，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为什么他们不选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加强？就像比如说，我跟你讲 ，OK， 动漫展不想学我，因为我东西可能不够动漫，可能不够漫画，那对，我就去画漫画，我就去接漫画书。我到时候也跟那个出版社谈好，就是说书出来之后，他会给我 artist discount， 就是那种折扣，然后可以批书，跟他们直接批书，我来卖，我在那个动漫展上来卖我自己的书。我会把自己，我会难过3分钟，可是我会想去接下来就冷静去分析，去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了解，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让你之后你不能够拒绝我。强到别人没办法拒绝这样子。哇，对，就是以自己能够那种合理或者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式变强大，然后来。因为其实如果你今天说他拒绝你，分析一下，如果他拒绝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够艺术性，你的风格他不喜欢，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还是必须要以我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风格来创作。对，我不会，我也讲件实在话，你觉得我不够艺术系，别忘了我一开始在没有怎么讲，没有学过数位创作的时候，我也是用水彩，我也是用广告颜料去在画布上画画。我可以，可是我选择不要这么做，因为我已经发现我自己喜爱是什么，我的声音在哪里，我的世界在哪里。所以我不会在那种情况下，我并不会说去改变自己，去迎合，为了一个市集或一个参展机会去迎合这个主办单位，就讲说，我们就只是不喜欢想要的不同而已。没错，对啊，就有点像你前面讲的那一个，就是说，假如说被批评的时候啊，那是那个人的问题，不是你的东西不好。那像这一次你被拒绝了，可能是他们真的就是他们不喜欢你的风格，或是说，你的风格真的就是不适合这次的展览，但不代表你的东西本身是不好的。对，那个多半是别人的问题。而且如果真的是你会发现说，假如说你被拒绝了，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地方你是可以学习的。例如说，你会去客观的判断人家说，真的是我的东西，有什么地方要做调整吗？如果真的是，那你就再去做学习，然后回来的时候又更强了，对吧？然后让自己，所以你才会现在强到说，哇，别人都没有办法拒绝你这样子。哇塞，真的是太厉害。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放在对的人、对的机会的前面？比如说像你一瓶假设，我只是假设 ，OK， 比如说一瓶水，一瓶水你在伦敦卖20磅，然后你在台北卖5磅，对，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那一瓶水放到伦敦来卖，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每一个产品，它在每个不同人不同的情况下，它的价钱可能会不同，然后它的受欢迎度可能会不同。你就是要把自己，你就要认识、思考跟分析自己的最有利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把你自己放进这个环境里头。对，了解。你真的是其实你不止就是会画画，然后还有那些商业决策而已，你是真的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然后你会透过自己的错误啊，或者说你会一直去寻找方法，然后在里面去学到，然后把真的学到的技能就拿来用在你的创作，用在你的商业上面，对吧？哇塞，
而且我还会学其他的东西，就是试着去要求自己去学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因为我今年要去巴黎跟首尔去参展，然后甚至还要去10月要去比利时参展，去卖东西，去摆摊。对，所以可是语言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就是用 Duolingo 学韩文跟法文。对，要鞭策自己，因为我不可能去学得很流利，但是我觉得至少会有一点点那种他当地的语言，然后让我的客人感觉到他们是被尊重，然后我们可是还是用英文来沟通这样子。对，哇塞，太厉害了，真的是。对，那你自己现在这么多东西啊，像你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叫做系列啊，或者 IP， 然后还有更多种产品服务这一些的。那现在像我们来谈一下 AI 这个部分，就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有没有用 AI 就是融入你的工作中的，不管是你的创作也好，不管是你的 business 也好？我不用 AI 在创作上，但是我用 AI 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说，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会，比如说像排工作进度啊，然后看看说 AI 它是不是可以帮我把工作进度调得更有条理，你知道吗？然后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可能，比如说我会问类似这种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很想要画一系列的咖啡店的小物插画，你可以帮我整理15到20个小物的清单。然后就请他这样整。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画一个海底世界的专题，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整理20到30种不同的就是画画的这个题材，都是跟海底世界有关，就他就整理出来，然后你就看是不是自己可以拿来，就主要是处理一些比较我觉得像 brainstorming 的东西，对，或者是有时候会处理一些像用什么 email 啊之类的，你知道吗？就因为我自己英文写的英文不是很好，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练，真的在英国没有去学过什么语言学校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英文文法不好，我必须承认。真的，我觉得就请他帮我润修饰一下，就处理一些像文书之类的东西，或者 admin 方面的那种无关紧要，创作还是自己画。对，就那个就不会，然后也会就请他分析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趋势啊，请他，因为我是把 AI 当成一个像很强大一个 database， 跟搜寻引擎，来用。那可是现在 AI 已经其实在假如说插画界啊，其实有很多工作，插画的工作是可以被 AI 取代或是说辅助的。那为什么你会就是不去让它碰你的创作呢？因为最主要是还是不希望他有机会来喂图。可是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你已经防不胜防了。他可能已经早就已经，因为你知道吗？上次有一次我问 AI 一个问题，就说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就说因为我自己本身画很多地图，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有什么地图啊？可能现在是市面上比较流行啊，或者就是调查一些趋势啊什么的，你知道吗？就调查一些像市场趋势这种东西。然后结果后来他跑出来一张图，就是跑出来几张例图，然后就好像 reference 就是用来做范例的图，然后第一张就是我的地图。所以其实你只要曾经把你的作品抛在网络上，它其实早就已经被拿去喂 AI 了。我自己觉得防不胜防。那可是我觉得好处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的经纪人，然后我们的出版社，他们其实，然后甚至我自己本身，我都会在谈合约的时候，都跟你讲说，你不准拿我的图去喂图，你就不准。对，很怕被喂这样子。对，我是那种在谈合约的时候，可能会比较
严肃一点，没错，然后我会去问很多东西，就觉得合约哦，对，还有 AI，我会用 AI，因为英文的合约，我会请 AI 去列合约，分析我的合嗯约，哪一个对我是有利的，哪个对我是没有利的，然后哪一个我必须要小心。我也这样做，对我也有这样做，对对，因为你要其实那个合原谅我，因为约真的太我英文难了。对那太难，我觉得合约那个我觉得中文、英文其实都一样，合约就是对很难，都很难，很多那个就是字词，很难。你就觉得天哪，对，这到底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对不起，我嗯，那个语言方面不好的。对，我也对啊，想起来，我之前也是人家给我合约的时候，也是我就丢给我的 AI，然后问他说，就是像你做的一模一样，对对就问他说，对这个哪个方面是对我其实不是很有利的，就是对方可能对他会写那一条，可是你看字面上，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还好，可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对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对，可是 对，AI 没就会跟你错，说，对，这边要小心，这边可能不公平，这样你可能要对，跟对方说可以修改成怎么样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就超没错，好用的。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让 AI 我是一个想起来，工具，对嗯，，AI 是一个工具，看你怎么用。然后，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重申，很多人拿 AI 去你懂吗？做图的那种，对，然后再来说嗯自己说，哦，那是我做出来的图那种，我就觉得说嗯，那个我没办法接受，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因为我们自己是画家，我是从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画到你看到的情况，所以你如果跟我讲说，哦，我用 AI 画的图，我说 No，你没有用 AI 画图，那是人家 AI 抓出来的图，懂吗？对，然后你可能再修改一下，然后就觉得说，哦，那是我图，no，对啊。然后有些像，对啊，我是我只能说 AI 是一个工具，看你怎么对，用。但是我没错，并不觉得它目前，至少接下来这几年，我还不觉得 AI 会影响到我的，你知道吗？我的嗯，市场，我的事业。而且像对，现在，像很多英国的市集，然后很多像动漫展这些展，然后 event 这种展，它其实都已经在那个它的条约里头就讲，你不能用 AI 做的东西来卖。嗯所以它其实现在开始大家比较有这种那种意识了，至少在对，英国是这样子啦。而且他现在在英国，他其实抓像动漫展，他在抓这种像我不知道中文翻art很严，也开始越来越严了。他常常会有政府的那种什么政府的人啊，相关部门去每一个动漫展去看你有没有卖unlicensed 未经授权的作品商品，比如说像有些很多，其实现在还是很多啦，很多那种小可能刚出来的那种画家或者刚出来的商家，他不懂这个 copyright 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那个龙猫啊，然后宫崎骏的这些动漫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像任天堂 Animal Crossing 啊，或者是像什么威漫那些 superhero 这种东西，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你不可以画了就觉得说，哦，那是我的，然后来大出特出商品。没错没错，对，你知道任天堂是会派人去每一个动漫展去看，然后记你的名字，然后寄那个存证信函给你。然后有些甚至我还听过说是你他直接就跟主办单位讲，那个人卖的东西是未经授权的，直接查封你所有的商品。这个真的要小扣押，心，对啊，所以就是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发现大家不懂，因为我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不懂，然后是后面人家才跟我讲说，哦，其实你不可以画这个怎么，你可以画，但是你不能用来做商业用途。没错。对，然后 这 AI 个的东西也我之前是一样，你可以画，可以自我满足一下，但是不能用商业用途。没错，因为是完全没有版权的，真的，对，著作权完全三不主角。对，然后对啊就是有些人可能采用那种侥幸的心态，那我只能跟你讲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对，所以自己小心一点。真的，这种授权的东西，真的要版权的东西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碰到对啊，了你现在其实可能越来越严重啊。然后你知道，像英国，就是一个题外话，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漫画，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好像是 Naruto 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对不起，火影忍者我发音错啊。火影忍者吗？对对对对，对不起，然后对不起，我对那个漫画比较不熟悉，然后阿姨很久没有看漫画，没有时间看漫画。哎，他那个出版社，他大概3-4月左右时间，他告了大概400-500个画家，一口气告了400-500个画家，因为那些画家就在那个 A 起这种商店卖这个 Naruto 啊，或是他其他的那种出版社作品。我记得他好像出了很多其他有名的漫画，同一家出版社，然后告然后他庭外和解是好几千镑的那种合约那种和解金，真的很恐怖我就心里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讲说，还好我一直都很坚持创作我自己的东西，画自己的东西。对，我画自己的东西，你知道吗？也许可能没有说卖的像那些人什么卖那么好啊，怎么样的，什么 Disney Princess 那种，可是至少我画的东西是安全的，真的。对啊，我晚上可以睡得着觉。这边也是真的跟观众就是提醒一下，对，就是像刚刚 Liv 说的，你练习啊，或者说你自己 po 文什么的，你可以画别人的东西，假如说你喜欢的动漫啊，动漫角色，你喜欢的电影人物什么那些，其实都可以。对，但是你一扯到商业用途，例如说你想要卖的时候，你想要卖你画出来，假如说你画一个好，例如说就火影忍者好了，你画火影忍者的里面任何角色，然后你想要卖，你把它变成贴纸，把它变成什么东西拿去卖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行的，除非你有取得别人的授权，对，不然这个东西，除非真的付了钱去授权，没错，不然这个是绝对不行的，绝对会被告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对，真的要注意。很多人，对啊，我之前在网络上也是，就是有查过这方面的东西。我之前有曾经就是有想要卖一些东西试试看的时候，也是就有查到这一条，然后那时候想说，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重要，而且我那时候在我想卖的那个平台上面，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是有卖那些东西这样子。对，没错，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对啊。对，然后他看到其他人卖，他就觉得说，哦，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卖，为什么不能卖？可是就是有的时候每个人运气不同，你懂吗？我就讲了，不是时候未到，只是你知道吗？不是你可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对，然后而且像学校里头，他完全不教学生这个东西啊。没错。就连英国他也不教啊。然后我想说，你知道你不能够这样子吗？你不可以就能在网络上拿了图就拿来做你自己的用途啊，干嘛干嘛的，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对，好，那我再问 Liv 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啊，他们就是有观众，他是很会画画，但是他没对就是商业这一块真的就是零经验，但是他很希望他可以透过画画增加收入的一个新手，那你觉得他第一步就是他现在你真的就是建议他第一个步骤他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你第一件你真的要开始，你真的有你一定要有先有热情嘛，先有热忱，对，然后你要有为这个热忱、为这个事业去牺牲的心，因为我做插画，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画。我就算没在画，礼拜六或礼拜天我在市集里头，然后有时候甚至连晚上睡觉之前，我还在用 Pinterest 就去思考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我做的，找那种 inspiration 啊，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是几乎只要有醒来的时间，我其实都在工作。所以你自己心里头要有这个打算，这个不是，我觉得插画事业并不是一个忽然一下爆红啊。当然有些人是当然忽然一下爆红，但是你必须要想到是那必须是少数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像做插画事业是一个马拉松，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心，你自己要调整这个心态，慢慢是要累积的。然后再来就是，那如果是行动，你要了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对，你必须要了解自己，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喜欢什么，你想要做的是哪一种插画。好，你说接案好了，我要接案子有这么多，有文宣，有刚刚我们讲的 editorial，
然后有童书绘本，然后你想要做哪一种？所以是先去写出来研究，列出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接案是吗？对，然后再就是说授权也有很多种，有做拼图的授权，有做贺卡的授权，然后有做其他商品方面的授权，有做布料或是那种布料，像那种 pattern， 像那个讲的那个 pattern 那个授权，还可以做包装纸。那你比较有兴趣的是哪几种？对不对？然后你说做商品，有什么商品你现在目前也可以找到？你要自己做吗？你要做出来自己做商品吗？像我很多90%的东西，至少90%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我老公做，我设计。我们家有 3D printer， 然后有热转印的机器，然后有超大的那个 industrial printer。哇塞！所以你不是工厂做，是你们自己设计自己做？对。What？ 对，我家真的是迷你工厂啊！我们家真的好，有机会我再传那个我们家很乱的那个工作的图片、照片给你看，真的是迷你工厂。我家是迷你工厂，好吗 ？OK， 然后还有什么热转印烤箱啊，然后还有那个die cutter，然后全部都就很多，在5、6、7、8台机器，你知道吗？然后还好我老公喜欢做，你知道吗？他就觉得做的很开心，然后我就跟他讲，我通常就是跟他讲，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去给我做出来。对，所以我现在才会，我今年才会把我自己的品牌转换成一个家庭事业。真的名副其实的养全家，有没有到全家全家总动员？对，然后我的那个，比如说我在市集不是会有那个像价钱的那个牌子吗？对，然后上面就是我们家的猫咪的图片。然后我女儿也会帮我，比如说做包装或做一些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比较轻点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万一像我之前太忙，然后她跟我女儿跟我老公还去帮我去市集摆摊，就是全家总动员，真的啊，太酷了。对，所以你刚刚讲到，对不起，我今天刚刚讲到，就是说你第一个工作，我会觉得像对初学者来说，真的就是了解你自己，把这些东西列出来，自己写下来或打字打出来，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然后我真的要建议，为什么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喜好？这个可能跟学校里头教的完全不一样。学校就是跟你讲，你什么都要去试，你什么都要去做，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是要去做。就叫没错。那真的也是一个挑战。可是我在做生意方面，我会跟你讲，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才做得长久。而且 money 才会来。你会发现，当你做画自己喜欢的题材的时候，你画的是最好的。这个真的一定的，没错。真的，你可以看得出，从你喜欢的东西，你会注入，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会注入你的爱，然后你的灵魂，然后当你也会比较容易能够把这个情绪氛围去带给看到你的商品、你的画创作的人，的心里头。哇塞！所以我觉得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了解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去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真的太美了。剪辑师帮我们把这一段剪成短影音，谢谢。没有，叫剪辑师帮我们剪成那个短影音，剪成 short reels。哇塞，太厉害了！哇，真的好，我来总结一下 Liv 今天的分享，因为今天真的哇太精彩了。对，你就是像 Liv， 你刚开始有跟我们分享，你本来是那个厨师嘛，在英国的时候本来是在厨师，然后做3休3，然后每天都是9点进厨房，然后半夜2、3点才回家，这样子哇超辛苦的。然后就发现说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然后做出改变，因为也想要有家庭嘛。然后后来就决定说去学画画，因为以前本来就很喜欢画画。那在学画画过程中呢，你就发现说我开始可以接到案子了，
但是这样子还不够，我必须要找出更多方法，我才能去就是养活自己这样子。所以你就后来对做出了各种的不一样的产品啊 IP 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你也特别跟我们提醒到说，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就是说，如果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啊，你就是因为你想要一直 po 你的作品，然后丰富你的作品集嘛，但在过程中呢，可能就会有酸民来留言，然后就说啊你怎么画成这样啊什么的。对，但是要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别人那是别人在骂你的时候，可能是别人心里有问题，对，那不是代表说你的作品是有问题的。所以那种事情真的就是听听就好，你就专注在你的创作上就好，就不要管别人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你还跟我们分享了像是授权啊，授权这个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上访谈来宾有听到这个授权，就是比较完整的介绍这样子。对，真的大家如果真的还是那一段真的非常烧脑，可以再回去听那一段这样子。对，然后后来 Liv 又在跟我们分享了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艺术家跟真的能对好，就是说艺术家跟插画家好了，一般你就是把艺术家比较当做是他就是真的是创作而已，他就是创作 for 自己的创作，然后就是觉得我就是创作一个东西。可是如果是能靠画画吃饭的插画家呢，他们会去想，像是你就是先用商业的思维来去想我要怎么创作，我要做哪些作品。例如说你刚刚就创作了一个假如说猫咪的那个 IP， 那猫咪呢这一些 IP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像是漫画啊，像是故事，然后或是说 IP 的授权这样子。对，那这些漫画跟故事里面的东西呢，又可以再拉出来做贴纸，做 patterns， 做像是 postcard 叫什么明信片，做卡片，然后或者做一些杯子之类的，对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你在创作前你可以先想好，然后再去把它跟你的创作结合在一起。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透过贩卖这些东西，然后或真的从画画就是为你带来收入。而且还有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收入那个部分的话，你这全部这个 collection 这个系列画完之后，你还可以上传到经纪人的那个网站上，你变成说是你的作品集。所以你可以因为这样子接到更多童书的案子，这样子，哇塞，我真的是 repurpose 大师。对，没错，而且我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一定的，你这么忙。对，然后后来 Liv 还跟我们分享了像是那个失败的经验，可是失败的经验对你来说其实你好像不会把他们看成真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失败。我觉得你比较多把它当作是人家拒绝我，或是我真的遇到一个失败，我会先去看说为什么对方会拒绝我，那我再去补足那一些对方拒绝我的原因，对方拒绝我的理由，让我回来的时候更强。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宝贵学习经历。对，没错，我觉得就越来越强，强到别人，强到别人拒绝不了你。对，你痛才会成长。我是比较相信的，有时候就是痛才会成长。然后，所以而且像我是没有时间去让自己好像是很消沉，因为这个情况，然后消沉很久的那个人，我都会希望能够很快就说，OK， 没错，我可能。做出来这个产品不卖，对，没有关系，我就当做是一个学习，然后为什么不卖，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修改的部分？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伤心，我没有时间去消沉，我必须要勇往直前，就是把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3分钟 ，OK， 你可以难过3分钟，然后接下来 Let's go， 再去做别的事情。真的很 tough， 因为你不能够，因为像很多人他会，我要讲一个很现实的部分，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人，他就跟你讲说，因为我因为可能演出了什么戏剧作品，或是因为什么参赛什么的，我觉得心理压力太大，我太伤心了，我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一休就休6个月、半年、1年那样。我只是一个正常人，我要养家，我不可能跟你因为消沉6个月，真的，我连1个小时都没有，所以我就把自己锻炼成说 ，OK， 没关系，你可以难过，你很过分，然后可以甚至在偷偷骂一下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这出版社怎么讨厌，我有骂，就是那种偷偷那样子。
我一直在家里头也会这样说啊，这个出版社怎么那么过分，这种你知道吗？可是发泄完之后，还是乖乖的会去把事情做完，交件，然后就永远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就跟他自己一样，永远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真的，谢谢你的补充，哇，真的是非常完整，对啊。然后啊，对，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最后 Liv 就是有给我们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如果现在真的很想透过画画赚到钱的话，你的第一步是心态，你的心态就是你要知道，靠画画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场马拉松，你要走得很长久。所以你要确定你自己真的是很爱这件事情，而且你要有热情，你要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你才能持续走下去。然后，那我们能做出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说，你先列出来，你就拿一张纸，然后开始列出说，你会想接哪一方面的案子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插画，有一些设计，然后也有时候像 Liv 刚刚有提到那些授权的部分，你要知道说你最想要先尝试哪一种商业的模式，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列出来之后呢，你再去分析说，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去找到会有需求的这些人，对吧？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更了解自己，然后你才能在这个画画，就是把画画当饭吃这一条路上面走长久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当你列出那张清单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准备自己的作品集，怎么样去设计。我觉得我当一个插画家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给自己设计一个专题，就是一个案子，插画案。像我每次在设计这个我自己的 new collection 新的商品的产品的一个 collection 的时候，一个系列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设计这个大纲，就是等于说哈，我不知道 brief， 我就会设计自己的 brief，等于好像我自己在发案，在给自己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对，当你所以等我是我自己的 art director，我是自己的艺术总监，我今天要的是什么，尺寸多少，怎么样这些去做。然后还有，如果我有些产品要跟厂商配合，我就开始写 email 去问价，去找，然后你可不可以符合我要的东西？这就是很多一整套的流程在跑。然后比如说你想要比如说你今天写出这个清单之后，你发现我就是想要当童书插画家。好，没问题。那童书插画家，你喜欢的是什么题材？因为童书也有很多不同种，对，像有些是 non-fiction， 有些是 fiction， 有些是故事，有些不是故事。那你想要做的是哪一种？然后童书还有像比如说像就是你开始就可以去用这种方式来准备自己的作品集。然后很多人以为，就我自己曾经有被问过，就有些人会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 message 就是传讯息给我，然后问我说这种童书的作品集的准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画出一整本书，那个太累了好吗？对，你只要画几页，比如说你有一个故事，你先把故事写下来，然后你的人物，你就有一页可能就是人物的不同的 pose 的插画，然后一些像画出一些 spot illustration，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小图，就是可能有一点点背景，你知道看童书你会有这种图，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就是找出几个你比较喜欢的场景，画成跨页，对，一两个跨页，两个跨页这样子，这个就是你的作品集。你不要画出一整本书，那个花太多时间了。对，所以就是你在准备童书插画的那个作品集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那我的童书插画路比较不同，我其实没有做很多童书的作品集。刚开始在接童书的时候，我是因为出版社看到我画的贺卡，他很喜欢，因为我刚刚之前有讲过，我很喜欢那种天马行空啊，在我贺卡设计上，比如说那种毕业卡，我就画蝸牛啊，戴学士帽这样，耶，爹爹，那种你知道吗？或者画一些那种动物啊，或者食物啊，像比如说画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就画那种可爱的动物什么，所以他们是看我的贺卡设计，然后来跟我合作。
是哦，对，所以就是作品是这样子，集真的知道吗？对，非所以其常重要。实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如果今天你发现你自己想要的做的接的案是像杂志啊，就是那种帮杂志或者是报纸啊画这种 editorial 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找一篇你喜欢的文章，然后自己画配图？对，然后可能你在 PO 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一下说，哦，这个是用来做我的作品集，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这个文章，然后为什么就给一点点的这个文章，就比如说这个文章是介绍纽约10家最好吃的披萨 house， 就那种披萨店，所以我就画了这个图。那因为是被这个文章给启发，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自己准备作品集，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准备，然后就开始 po。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全职完全不相干的全职工作来维生，然后你可能还是要做打工的工作来维生，但是你要运用自己的时间，自己有的休假时间，晚上回家休息时间，可能就是少追一点剧。然后少一点社交生活来准备自己的作品集，因为我就讲了，插画，你想要用画画来吃饭，这个步骤是一个马拉松，是一场马拉松，真的。所以你要慢慢来累积，你一直 po， 你持续的 po， 会有人看到你，然后你也会越画越好。谢谢。但是你如果不诚实的话，你如果不做的话，机会永远不会是你的。真的。对，所以你一定要跨出那一步。好，真的非常感谢 Liv 今天的分享，实在是太精彩了。对，那如果听众就是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或是说看你的作品的话，他们可以到哪里找到你呢？最常可以找到你的地方？通常 Instagram 吧 ，Instagram。对 ，OK，Instagram，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蛮常更新我的 Instagram， 就如果我有新书啊、新产品啊，或者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还是会 po 在 Instagram 上面。好，没问题。好，那我会到时候再把那个 Liv 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那如果听众有需求的话，就可以自己去看哦。你说。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因为有可能会有听众会想要问问题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 email 给我。然后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尽量给你回答。但是我不太想要在怎么讲Instagram 上面回你的讯息，因为我中文那种打字很慢。我打字真的，我们两个在讨论那个访谈的时候，你就发现我打字超慢。天哪！对，所以就不是，然后可能我会打得很短，不是不礼貌或者不友善，只是或不想回你，只是因为我电脑上打字比较快，因为我注音打很慢。对，所以你 email 给我会比较合适，这样。好 ，OK， 知道了。对，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Liv 的分享，实在是收获太多了。那如果大家听完这次访谈呢，觉得对你有帮助，请记得帮伊恩按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一位你觉得会需要听这集访谈的朋友。那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画画还有子弹笔记的内容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